跟黑娜吵架了，也不算吵架，就是沟通的不太愉快。今天是星期二嘛，那我们礼拜四的晚上，后天晚上要飞机飞回台湾。我们这几天就是有非常多的事情需要做，可能我们都各自有一点压力，这样的，在那个彼此讲话的口气上面，就不是很喜欢对方的口气，这样的。这周我们爸妈共学团的活动是服务的行动嘛，所以我就在想，我可以为黑娜做一些什么事情。不是我要认输哦，不是我没有要。对黑娜来说，就是服务的行动是她最在意的事情啊，就是她最能够感觉到自己被爱的方式。如果你们家也有这种超级直男老婆，或是超级直男的老公的话，通常他们都很喜欢人家对他们有一些服务的行动，这样子。我就在想，那今天我可以来为他做一些什么呢？因为我就觉得这种服务的行动，其实我每天我在做的事情都是服务他这个，服务他那个啊。只是有时候我觉得这种服务的行动会让他们觉得被爱，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刻意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这种事情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很被爱。我今天在家一整天，我也这样子，差不多也冷静下来了这样。那我就来煮晚餐。平常我就都是负责接小孩嘛，帮小孩洗澡什么的。我今天就赶快做，我今天就去接小孩，又煮饭又洗小孩，没话说了吧？再给我生气啊！第一件事情就是需要先洗狗。你看你姐姐怎么这样子？你姐姐真的不是很好相处怎么办？哎呦呀，真的是辛苦我们了。你看我们两个这样相依为命了这么多年，姐姐都这样给我们脸色看，我们也算是难兄难弟了啊！哦呀，得到一只新的狗。而且自从给我们那个邻居的宠物美容师姐姐剪了以后，每天都很漂亮啦。各位先生，如果你们的那个煮饭技术很烂的话，那你就至少要会切菜。那如果你切菜你不知道切什么形状的话，那你至少可以在你老婆要煮饭以前把你菜洗好。如果你可以做到这几件事情的话，你老婆应该是不会这么常骂你。OK， 那就现在就要去接小孩。结果黑娜说她今天提早回家。哎呀，我这个讨好老婆计划彻底失败。这个妈把我们家车库的墙壁撞坏了。怎么修理破掉的石膏板墙壁？太大了吧！刚才 GPT 还问我说，这个洞撞了多大？我还跟他说，应该只有30乘30，就这样是几公分？46公分，乘41公分。哎呀，我让 ChatGPT 失望了。蹦一下的代价71块，给你个赞。这个是切这种石膏板专用的刀，非常好用。我之前是有补过这种小小的洞，小小的洞就很容易，就是这样子，用贴一个网子，然后这样补土补上去就好了。
然后我之前一直跟黑娜说，如果这个洞撞的超过5乘5公分的话，就很麻烦。他撞了一个50乘50公分呢。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板子这样子裁一个，然后放上去这样子。OK， 就是这一块，这样子。啊，差不多了。我想试这个很久了，这样子，我要这样子割一下，走一下，哇，啊，还真的可以耶，好神奇的感觉哦！你可以想想，我们房子竟然是，现在可以这样随便折一下就折断的东西盖的。好爽哦！我不怕失业啦。哒哒哒哒哒哒。到了，喝一点强就好了。这跟那个鞋子穿不下去砍脚一样的意思，那个成语啊。看，完美哎！我是什么？我是什么百年一见的百年难得一见的板工石材吗？不是，哎呀，精算师。下一步就是我需要把这个木头这样子放在这个里面，然后所以让我这个板子可以固定在这个木头上面，然后所以它就不会容易塌掉这样子。不然它再经过那个女车神的摧残一下，它就又会再跑出来这样。夸当，哎，这个是石膏板专用螺丝，什么都要专用的，不会花这么多钱。这样就是补完了，补完一个墙壁了。补完这个墙壁以后，就是要补土。看起来还可以哦。你帮我把墙补好了。对啊。你该不会把它偷拍下来吧？对。对。你这样拿我的这个失误做文章不好吧？为什么你家墙壁这么薄啊 ？Thank you。为什么会有这个？你问妈妈。为什么会有这个？漂亮啊！啊？怎么了吗？飞天。真迟钝的妈妈。为什么？还有，在那个，人格的缺陷。嗯，好，我接受你这个说法。昨天已经补了2层了，然后像这种图好像需要补到3层才会是完美。昨天后来天拿回家之后，他看到了那个他闯的这个祸，然后我帮他补救好，然后他基本上就是没什么反应。其实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对于他这个没什么反应的这个反应，我也是蛮习惯的。有时候这样的时候，心里还是会觉得不是很舒服，就是好像就是为什么这种谢谢啊、爱啊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出来呢？那总之昨天晚上我们就是进行了一个久违的，大概每季会1次的吵架。我记得说很多的我们的争执都是来自于我们都会把彼此所做的事情当作理所当然这样子。经过这几年的学习，我觉得在夫妻相处当中，虽然很多事情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例如说我理所当然就是需要帮小孩洗澡嘛，
不然谁洗？他理所当然就是回家要煮饭嘛。有时候其实就是一句表达，一句谢谢，一句说有你真好，或者是谢谢你为这个家做的一切，其实真的就是意义还是很重大。就算这种谢谢有时候其实就是不痛不痒，但有时候就是当把这种爱啊、谢谢啊挂在嘴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会对关系来说还是会蛮有维度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你要么就是平常好好的把话一点一点的讲清楚，不然就是累积一次大爆发讲，那就是吵架。大家觉得什么样的方式比较适合你们的夫妻关系？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吵架，因为我都会觉得吵架其实是一定会有伤痕的，那这个伤痕都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才能修复好的。那我就会觉得，以夫妻这么忙碌、育儿这么忙碌的生活，这种伤痕其实是很累赘的，就是很没必要的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沟通、美好的夫妻生活，不像我们常吵吵闹闹的。还要。墙壁补的还可以哦，但就是这边这个可能它太大了，所以这边这一条有点没办法，就这样吧。要撞那个50×50了，还担心什么恢复原样啊？笑死！远看看起来补的还不错哈，就不用近看了，近看就还好。已经到了一个工具人的年纪了，你干嘛？什么表情？在回台湾之前，要是最后一次交宝宝。哎，因为明天墨尔本会到30度，所以这是我对他们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啊！我见过，那你帮我。哥哥。又在打包了哦。好。哎呀，这2个小孩过了一个愉快的草人下午。一整天。我把他们的心情跟我的心情讲在一起了。我们现在准备要去搭飞机了，然后。从他们下午去睡午觉，大概2点多开始，我们一路整理到现在已经是7点半了。然后这2个小孩除了睡觉的时候很配合以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拖什么平的。大家不用担心Darcy，他会去住在豪宅啊，不要吃太多哦，好不好？怎么了？能粘回去啊！我们这个漂亮的圣诞，好，走走走，走。行李箱。对，时隔1年半，我们又要回台湾。那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包包里有什么东西？好。这个小孩这次临时决定要自己带自己的包包。第一个东西是什么？拿出来。大便。什么？大便不给你看。你拿出来，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大便。不要乱讲。原本是要给他背他自己的水瓶的。OK。然后他就想说背书包最适合，所以他就把他的宝贝企鹅也背进去了。所以这个企鹅等一下是要搭飞机的时候抱着的吗？是吗？他说他要抱着企鹅看电视，他的水，然后他的相机，
还有他的饼干，还有他的饼干。OK， 好，收起来吧。这是我的。弟弟。我的。收回去。收回去我的宝宝的。拜拜呀！还不敢吃，不要问他的 orange。你想要去3个月哦？你想要去台湾3个月？现在已经10点了，这小孩还，哎呦嘿啊，还不需要睡觉，但是企鹅已经拿出来了，快累死了，好累哦。更累的是等下上飞机还要先吃饭。弟弟，你睡醒了？我们要去台湾。待会如果有认识我们的人，不要拍我们，抱歉。特别是如果有吵到。对，如果有吵到的话，不要拍我们，不要发上对。对。我有时候有到。你小时候有搭过飞机啊？那你现在不算小时候。他想要看你啊！你看，他说他把口水用在你裤子上，把口水在你裤子上。宝宝。哎呀，单肩背包包酷哦！看起来很像一个很唱秋的旅客，很难搞的那种。我们玩游玩戏，脸很肿。飞机，对，我们现在要坐飞机耶。准备要看电视，大家看都有看的，是不是？哎呀，你们两个就是度假的。没有过过这么好的生活。
真省事。妈妈在那边吃饭，我在这边吃我。谢谢喂弟弟呀。这次搭飞机就有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单纯身体。对，看别人的小孩在哭都那个为他感到紧张啊。这次这2个小孩都非常的配合，基本上睡整路。那因为这位小孩现在已经是可以看电视了，那他又觉得搭飞机很新鲜，好像人生的。小孩马上被抱走了，阿公阿妈就是赞。你看现在才7点。姐姐。太爽了！真的在吃呀。哦。这个就是你的。谢谢你，哎呦，好棒哦！帮你传嘞，大棒香。在晃什么？台湾情怀，边走边吃车轮饼。麻这一颗多少？ 20，爸爸的没有，快要没有了。你要吃啊？这个我不确定，它这次我看到白白的。他也在学那个。现在是我们到台湾的第2个早上。
昨天大概在台湾时间7点半我们就睡觉了。其实台北现在的天气跟墨尔本的温度基本上是一样的，没有啦，墨尔本早上可能会冷一点，虽然墨尔本现在是夏天，但是唯一一个差别就是这个湿度让我的鼻子不是很舒服，所以我现在眼睛是肿的，然后一直流鼻涕。台湾的早上就是都没有玻璃，就是蛋饼。你试试看，蛋饼里面有蛋，里面有蛋。油条。干嘛啦？笑？哦。那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油条。不懂。不要。饭团。这个是什么？肉松。说这个是什么？肉松。哦。等一下，别放开，好烫！谢谢。那里面是什么？这是买给你吃的，其实我想吃。对啊，我想到我又没有喜欢吃这个。哦，这个才是我喜欢的，超好吃，熟饭。